好，我是莹莹。那我们在马来西亚生活呢，最爽最开心的其中一个福利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public holiday， 也就是公共假期啦。这是因为呢，我们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嘛，所以呢，为了要尊重各民族在这些节日要庆祝的这个习俗啊，所以呢，政府就安排了这些公共假期给大家，那全国都可以享受。那我们相信呢，当初啊这一套公共假期制度的创始人应该是希望看到我们可以借着这些日子，而有机会互相去拜访和互相去了解，以促成更团结的马来西亚。可是你知道的啦，我们马来西亚人的 pattern 哦，经常就是假期呢是一起过啦哈，有大减价也是一起花钱的。但是呢，有没有认认真真的去了解到底这些节日背后的来历呢？就像对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而言呢，经常会搞不清楚 Hari Raya Aidilfitri 还有 Hari Raya Haji 之间的区别的，甚至呢还搞不清楚 Raya 和过年之间的关系。但是不怕，不就是有我们荧光笔在吗？就让我们用一支影片的时间呢，跟大家介绍介绍我们马来同胞节日的由来吧。Let's go！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荧光笔工作室 Highlight， 是全马最热血的知识型频道。我们以科普的方式聊关于马来西亚的社会、民生、时事议题等等。我们除了有街访之外呢，也有访谈哦。那有这么多的内容，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已经订阅我们了吗？还没的话，现在就按赞、订阅、加分享吧。我们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准时上影片，让我们一起好好认识马来西亚。OK， 回到正片。来考考大家 ，Hari Raya Aidilfitri 呢是马来人的过年吗？来回答我，3、2、1，答是还是不是？答是的朋友来耳朵赶快拉3下，然后呢再蹲多3下。其实我们荧光笔呢，在几年前就做出这一支影片了。等一下看完这一支呢，你就可以去重温一下。那可是最早期荧光笔的名字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做的内容哦，可以去找来重温。好，回来 Hari Raya Aidilfitri， 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开斋节。其实呢，是穆斯林庆祝这个斋戒月 Bulan Ramadan 结束的一个节日来的。对穆斯林而言呢，Hari Raya Aidilfitri 呢是庆祝他们整整1个月斋戒，也就是布萨以后呢，让自己再一次 renew 了对真主阿拉的信仰还有追随。那在这个神圣的月份里面呢，除了特定的职业还有身份之外呢，所有健康的成年的穆斯林都必须要从天亮到太阳下山以前呢进行这个斋戒，也就是所有穆斯林呢必须要遵守的5项基本原则之一啊。什么是5项基本原则啊 ？OK， 我们来给你解释。伊斯兰的5项基本原则 ，Rukun Islam 又称为5功啊，不是谢金燕那个。是穆斯林呢应该遵守的最基本伊斯兰教法，而这5项基本的原则分别是：第一，念证 Amalan Kalimah Syahadah； 第2，礼拜 Solat； 第3，斋戒 Puasa； 第4，天课 Zakat； 第5，朝觐 Menunaikan Haji。在斋戒月期间呢，穆斯林呢是会在天亮以前就起来祈祷，并且吃一顿丰斋饭，就是 sahur。然后呢，在一整天之中呢，不饮不食不娱乐，甚至还要克制自己的情绪还有脾气，要透过实践自我控制来亲近真主阿拉。那在太阳下山之际呢，穆斯林就会再次祈祷，然后呢就会进食，而这一餐呢就叫做开斋晚餐 iftar。经过了1个月的这个斋戒之后呢，开斋节就要到啦。那又因为呢，马来西亚的马来人都是来自呢各个州属嘛，所以呢都会在开斋节前后呢，掀起了一股这个巴列甘蹦的热潮。而等着这个游子归来的家人们呢，就会准备好各种的节日食品啊，比如说ketupat啦、lemang啦、rendang啦，以及许许多多的kuih raya。那穆斯林呢，就在这一天呢早早起来祈祷，感谢真主阿拉，使他们的信仰坚定。然后呢，就会向家中的长辈请罪，说上一句 Maaf Zahir dan Batin， 也就是请原谅我在那些无意之中言行上的过失。除此之外呢，穆斯林呢也会在这一天去扫墓的哦。他们没有我们的清明节，他们是在开斋节这一天去的，去缅怀自己的这个已经逝去的亲友们。而又因为呢，受到这个华人的影响啊，其实马来西亚的这个马来同胞呢，才有了这个 Duit Raya 的习俗，也就是红包演化而来的青包啦。来继续考考大家，那既然呢 Hari Raya Aidilfitri 不是马来人的过年吗？那 Hari Raya Haji 呢，是不是马来人的过年呢？来，再给大家3秒钟想一想，3、2、1，回答，答案是
不是过年。OK， 回答错误的朋友现在去帮冰3次。哈芝节，也就是 Hari Raya Haji 呢，有时候又会称之为 Hari Raya Korban， 又或者是呢 Hari Raya Idul Adha， 是伊斯兰非常重要的节日。穆斯林呢是会在这一天呢，以这个 Korban 的仪式来表达对真主阿拉的虔诚。那什么是 Korban 呢？根据伊斯兰教法 ，Korban 指的是一种呢通过宰杀牲畜并献祭给真主阿拉的仪式。话说呢，在这个很久以前这个先知伊布拉辛，也就是 Nabi Ibrahim 呢，得到真主阿拉的命令，要求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先知伊斯麦 Nabi Ismail 带到耶路撒冷的这个阿克萨清真寺，也就是 Masjid Al-Aqsa， 作为这个献祭。身为真主阿拉坚定的这个追随者先知伊布拉辛呢，就义无反顾的带上自己的儿子呢，踏上了这个苦难重重的旅程了。最后呢，两个人终于抵达了这个阿克萨清真寺。那正当呢这个先知伊布拉辛呢，准备在清真寺内的一颗石头上献祭自己的儿子的时候，真主阿拉呢就派遣天使降下启示。表示呢，先知伊布拉辛的忠诚已经获得了考验，所以呢，不需要献祭伊斯麦，就用天使带来的这个绵羊作为代替就好了。后来呢，穆斯林呢就把这一天，也就是伊斯兰历12月10日定为哈芝节。穆斯林会在哈芝节干嘛呢？他们就会在一早起来进行祈祷，然后呢就宰杀符合伊斯兰教法所规定的这个牲畜，比如说是健康无残疾的牛羊骆驼等等，以献祭给真主阿拉。接下来呢，穆斯林呢就会把这些动物的肉呢平均分作3份，分派给家人、朋友还有贫穷的人士共同享用。除此之外呢，Hari Raya Haji 的哈吉其实是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的哦。哈吉指的就是伊斯兰5功之一，也就是朝觐，也就是呢穆斯林到麦加朝圣的意思，是所有身体、经济、健康状况良好的穆斯林一辈子必须至少要做到的一件事之一。穆斯林呢每一年呢就会在伊斯兰历12月的第8天到第12天呢进行这个朝觐，是地球上的人数最多的宗教活动之一。穆斯林呢就会在朝觐的期间呢，先绕着这个天房卡阿巴，也就是在近寺 Masjid Al-Haram 中间四方方的那一个黑黑的小屋子，这样子逆时针的走7圈，然后呢就在这个 Bukit Safa 还有 Bukit Marwah 之间呢来回走7轮。用意呢是要提醒自己，当年先知伊布拉辛在前往阿克萨清真寺献祭时所遭受的苦难。最后呢，不管是在朝觐中的这个穆斯林，还是在世界各地的这些穆斯林，他们都会在这个伊斯兰历12月的10日当天进行献祭啦。简单来说就是这样。说了这么多不是新年的这个节日，那你们一定就会想要问哦，那穆斯林他们是什么时候过年呢？难道他们不过年的咩？穆斯林的新年呢是落在伊斯兰历的1月1日，也就是阿瓦姆哈让啦。什么是伊斯兰历嘞？伊斯兰历马来文叫做 Taqwim Hijrah， 是穆斯林常用的这个 calendar。Taqwim 呢就是 calendar 的意思，Hijrah 呢就是离开、迁移的意思。指的就是当年先知穆罕默德 Nabi Muhammad 他率领着穆斯林由麦加呢迁徙到这个麦地那的重要历史事件。后来第2任的这个哈里发沃玛亚，也就是卡利法乌马呢，就以这个事件的发生日期为 starting point， 设立了伊斯兰历，在穆斯林之间呢就广为使用了。而来到了现代以后呢，穆斯林为了要在使用这个伊斯兰历时候跟阳历有所区别，通常呢都会在年份的数字后面呢加上字母，就是 H。比如说2024年换算成伊斯兰历呢，就是1446H。原来是这样。伊斯兰历跟阳历一样呢，是有12个月的，但是呢，他们每一个月呢就只有29到30天，所以呢，一年下来平均只有354天，就比阳历呢少了11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年呢，伊斯兰的节日呢都会往前推一点，往前再推一点，而导致了每隔大约30年，开斋节还有农历新年呢就会发生在同一个礼拜之内哦。那上一次发生这种公西拉亚的现象呢，是在1996年、1997年还有1998年的时候，而下一次呢就会再次发生在2029年、2030年还有2031年这3年。那我们观众区里面呢，有没有人记得当年这个公西拉亚的盛况嘞？可以在留言区那边分享，当时候看到一些比较可爱的现象啊，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marketing 啊，我的印象是有点深刻啊，就是还蛮热闹的。好，
哈，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节日呢，莫过于过年了。所以呢，我们通常呢都会以过年来类比马来西亚其他民族的节日啊。所以我们福建人就会讲说，哦，要还拿归家，哦，拿归家这样子。其实呢，也是就是一个过节的意思。对这个跨越民族隔阂的第一步而言呢，其实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呢，随着我们对其他民族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多，那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多花一点点的心思去了解这些节日的习俗还有由来，以建立对马来西亚其他民族的正确的认识。因为我们荧光笔相信啊，如果我们都期望马来西亚的所有民族都可以有骄傲，还有承认自己是马来西亚人的那一天，那更多的沟通、互相的认识以及深入的文化交流呢，是必不可少的其中一个环节。那这呢，其实也是我们做想要生活节的其中一个动机。没错，我们想要生活节又要回来了。现在呢，我们就在如火如荼的筹备当中啊。先爆个瓜，给大家一个预告。今年我们的重点呢会放在多元融合。如果呢你在之前有参与过的话呢，哈哈，敬请期待一下。如果你没有参与过的话呢，你可以去网络搜寻 I Want Festival， 就是想要生活节，就可以大概知道我们在干嘛啦。那可是荧光笔呢1年1度的大型活动哦。对，这里呢我们要来恭喜还有谢谢想要生活节设计师 Studio Camping 的李克峰，来大家掌声一下。因为我们的主视觉设计得奖啦！没错，这就是我们去年主视觉的这个设计。那我们的设计师呢，就得到了这个纽约 TDC 设计大奖，很厉害嘞！他绝对是一个呢又爱国又非常强大的这个设计师，大家可以去找他的这个 social media 呢，就是 IG 上面去 follow 一下，谢谢。我非常期待今年呢我们的新的一个设计。好，那开心的事情就宣布完了。我们呢其实之前啊都还有做过很多呢关于其他民族的影片的。如果呢你就觉得说在生活当中呢有非常少的机会呢可以去跨族群的认识一些其他的族群的朋友的文化，还有一些历史啊，还有一些他们的民俗习惯等等的话，你都可以去到我们的频道点开来看，或许呢会让你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我们呢荧光笔每个礼拜3跟礼拜6呢都会上一支影片。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你可以 follow 我们的social media， 或者呢是每个月以1杯奶茶的钱呢来支持我们做更多有益于马来西亚进步和谐的内容。我是依依，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